老板啊，别录表扬了，那个华为突然又开卖超大杯，咱没抢到，咋整？不是我这才刚要领先1周就超大杯的必须得买啊！你这不管咋样，你给我那他这上架也太突然了。不管用啥方式吧，咱就买吧。那你找黄牛大哥也行啊，你这不管花多少钱，赶紧买，好做这内容。花不了多少钱啊，你交给我吧，花不了多少钱，真花不了多少钱，等我好消息。花不了多少钱。听说最近华为 Mate 60 Pro 加不好抢，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拿出找一个电工胶布，给它裁成糊状，然后给它贴上。好，那我们贴上之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瞬间立省3000块。啊，如果觉得它辨识度还不够高呢，我们可以再给它贴2个小装饰。当然，很多同学会问到这个耳朵怎么能裁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一个这样的卡针，可以按照它的形状给它裁好。裁好之后呢，你就给它贴上。这样一台限量版的华为 Mate 60 Pro 加熊猫配色版，看着还挺好看。纸，真纸。当当了当，当啷当当当了当，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嗨，大家好，我是大爷，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成功的长大了1周岁。过去这1周里面仍旧是热闹非凡啊！咱们抓紧表扬表扬科技圈的好人好事。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呢，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有瞎编啊，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咱们抓紧开始。本周我们先来聊重要的 OPPO。上周呢 ，OPPO 的新品发布会啊，好像是吧，关注的人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但是没关系啊，发布归发布啊，最终上市的时候，只要大家关注就好了。所以呢，本周我们折叠屏的竖向小折叠屏机型 OPPO 的新机上市了。对于这款产品的外观啊，满分100，大家先打一个分数吧。好，那这款产品我们看完啊，同期呢还有其他友商的产品，咱们也要简单看一看。就在 OPPO 折叠屏上市的同一时间，华为啊又发布了2款新机啊，分别是折叠屏的 Mate X5 和超大杯的 Mate 60 Pro Plus。你觉得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啊，觉得有关联打个1啊，觉得没关联啊，完完全全就是碰巧了，打一杠。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OPPO 又表示了，大哥你到底是啥意思？你看看我是吧？我这发音啊，我是 OPPO 啊，我不是 Apple， 好不好？咱们发音要标准一点。华为表示，这碰巧啊，都是凑巧啊，这是 OPPO 啊，这是下回注意。OPPO 表示说，大哥，要不有事儿你就直说吧，好不好？你是不是有啥想法？咱说呗，你这样我心里没底，知道吧？你这薅羊毛就可一直薅得跟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啊？那不这么说，这次华为的2款重磅新品呢，又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来没发布啊，直接就上市了。那就有很多同学有疑问了啊，往年也会有的保时捷设计版，大家觉得今年会不会有呢？如果有，什么时候发布呢？你问我啊，保时捷版什么时候上市？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只需要看 OPPO 的发布会在下一场什么时候开，那华为的保时捷就什么时候上。突然想起了娱乐圈里面啊，有什么大的娱乐新闻，赶紧去看一看隔壁的汪峰老师有没有发新歌。最后问大家一下，你觉得今年会不会有保时捷版呢？会有的话打个1啊，不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关于今年的 Mate 60呢，全系列啊，外媒以及各大知名的分析师啊，都给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预期。咱们熟悉的苹果分析师郭明奇表示呢 ，Mate 60 Pro 在发售之后的1年之内，有望售出1200万部啊。这啥概念啊？1200万部，意味着呢，这1200万人可能就不会再买友商的产品了。那来问大家，你觉得这1200万人他原本可能会买谁家的产品呢？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这次 Mate 60呢，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支持卫星通话。随着新品呢全面上市呢，运营商这边啊服务也已经开通。最开始啊，我们调查的是还是需要你单独去换特殊的卡。那现在呢，智联服务上市之后啊，不换卡不换号，用你原来的电信卡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目前的价位可以放在这里，开通功能是10元每月，后面呢还有相应的语音包包括200元、300元、500元，包含相应的分钟数。当然会有同学表示，我日常就在市区可能用不了那么多，有没有那种只按分钟不用包呢？有的我们简单调查一下，目前9元钱每分钟。直连卫星发短信是5元钱每条，那要不还是打电话吧？这1分钟我能说300字呢。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觉得低了打个1正常打一个2，高了打一个3，1、2、3，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如果是经常出海打鱼或者登山的用户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同事还跟我说呢，经常跟我说我老公总去钓鱼，一到偏远地方就跟我说没信号，联系不上，一天天找不着人。我说你让他开通这个卫星电话半小时给你打电话汇报一下子，还有什么借口没信号？要不说卫星电话呢，就解决家庭矛盾。最后问大家一下考虑办卫星电话的同学打个1不考虑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选择。除了硬件之外软件系统呢同样值得关注。鸿蒙操作系统目前呢主要还是用在手机端但是呢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华为前高管表示，明年也就是2024年将会推出 PC 版电脑的鸿蒙系统。这条消息呢是来自于申开红、王成禄。如果关注过过去几年华为的开发者大会，对于王博士应该是颇有印象。那么你是否看好华为的鸿蒙推出电脑版本PC 版本的？看好打个1不看好打一个2。那我自己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平常是 Windows 以及 macOS 都是常用的，偶尔少数的情况下会用一下 Linux。当然我知道正在看节目的你可能用的最多的是SteamOS 是吧？好不废话，那么期待 PC 端的这个市场呢也能够迎来一波变化吧。最后大家打一下你正在使用的 PC 的电脑的系统的版本吧，Win7 打个7， Win10 打一个10，苹果呢就打 macOS， 看一下同学们的情况。王成禄曾担任华为终端 BG 软件部的总裁，他的发言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注意到一个现象你看咱们国内的这些软件开发者这头发还是挺多的。你看海外这些巨头们，亚马逊总裁贝佐斯、微软总裁纳德拉这都是强者的发型。注意这个很多电视剧里边这个主角在经过重大的挫折或者刺激之后就容易黑化。注意看现在是 OPPO 商城，我们亲切的称它为绿厂 ，OPPO 绿厂 ，vivo 蓝厂，对不对？但是最近 OPPO 改 logo 了，各大媒体纷纷报道OPPO 黑化了变成了钮钴禄 OPPO。不光是主 logo所有 OPPO 账号一律变黑化，从原来的绿厂变成了黑厂。你这小米花了200万改了个 logo 是吧？你这 OPPO 这得花多少钱？大家猜一猜吧。你觉得 OPPO 花了多少钱？可以打在弹幕上。变成小黑，当然这个变成 logo嘛，确实可能更像这种奢侈品的感觉更正式一点，更商务范一点。整个字体什么都没变只是变了一下颜色。而我觉得你这个 logo 变成了黑色，那么吉祥物呢？吉祥物呢？嘿，你说你要变成黑色之后，友商怎么看 ？vivo 表示你咋的了你？之前咱们经常看到某些不明物体在街头混战在一起，你看他们关系多好，经常打成一片，哎呀，不光是吉祥物系统 Color OS， 那以后没有 Color 了，变成 Black 了，Black OS 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本次 OPPO 发布的2款产品都非常的有实力，而且其实这2款产品呢，不管是和苹果也好，和华为也好，都是没有任何竞争关系的。那么这款产品呢，主要是面向女性用户市场，而且应该是目前拍照性能最强的女性用户的小折叠屏机型。而这款腕表呢，同样如此基本上找不到竞争对手。所以玩笑归玩笑本次 OPPO 的发布会应该说呢，还是很有实力的。期待呢，这波大家热点过去之后当女朋友向你咨询手机的时候，你可以给她介绍一下。来吧，朋友们大家觉得改完颜色变黑颜色之后这个 logo 满分100，你打几分呢？新旧 logo 的比较这个打分就是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就之前咱小米这也经常打分嘛，是吧？所以这个不用在意只要咱们坚持做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要说彩色变黑色这事儿咱们得找业界专家，是谁呢？马斯克呀，对不对？要说黑化，那马斯克是真专家，把推特变成了一个叉，小蓝鸟都不要了。小蓝鸟当年也是 logo 设计里边排名第1的，如今呢从蓝鸟变成一个叉，是吧？马斯克的鸟都不要了，也给你演示一下从彩色变黑色到底是什么感觉。来看魅族好久没聊魅族了，那这次是魅族加领克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
随着领克08的正式上市呢，那么这一套系统也来到我们面前，在魅族官网啊重点来介绍。价格方面呢，从20万啊到28万。有一说一啊，这车的外观还是挺帅的。当然啊，我们重点关心的还是它的系统啊。从流畅度来说呢，的确是独一档的存在。手机和车机端的融合呢，是完完全全的无缝无感连接。当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评价啊，这个流畅度是可以和华为的鸿蒙车机掰掰手腕啊，不相上下，卷起来啊，这确实是好事。同期呢，还有魅族20的 Infinity 无界版本啊，售价6299。这次呢，领克08所采用的车机的部分呢是龙鹰1号，也是国产7纳米的智能架舱的芯片。从安卓的跑分来说的话呢，是略逊于8155，但也算是目前主流水准。说起领克，大家有什么印象呢？我的印象就是这个车厂是真的有钱啊。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咱们熟悉的手机厂商再强啊，它也就是研发一个手机系统。那你看领克是吧？一个单一的汽车品牌，旗下那些车型给你搞出了仨系统。当然这系统里面有的是很流畅啊，有的是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呢，这个车厂啊，随随便便就给你研发出一个系统，那是真的有钱。来看小米啊，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小米14就要发布了。有同学可能会奇怪啊，现在才9月、10月、11月啊，那么早吗？当然啊，为什么？咱们一起来看。首先，根据早前的消息呢，高通骁龙将会在今年的10月24号发布的骁龙8 Gen 3，比去年呢又提前了1个月的时间。显然啊，作为国内首发的小米，那肯定会更早的来发布小米14。根据知名爆料人说，闲聊站带来2场14系列基本确定双11之前发布，这个其实比我想象的还更早一点啊。咱们之前预期啊，如果是10月末24号发布8 Gen 3，那么11月中旬发布小米是比较合理的。但从目前爆料来看啊，小米这一波的销量可能要再抢一抢，在双11之前呢，显然就是为了双11的这波促销。而且呢，现在啊，那小米13 Pro 版本已经全平台缺货，且之前的13的2款产品呢，都已经达成了销售目标，提前达成啊，还是相当强悍的。另外，这次小米14呢，还会有一些新的亮点，比如说继续保留有小屏幕的版本啊，这我还是很认可的。另外，还有可能会上钛合金的版本啊，也是值得期待。而在外观方面呢，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和13的话整体的布局相似，还是采用稍微方正的4筒造型。这里呢还有爆料者带来的一些相关的曝光图以及渲染图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假如是这个样子啊，来满分10分，你打一个分数。来看 iPhone 啊，还有2天时间，马上 iPhone 的发布会就要到来了。这次到底有哪些亮点呢？目前呢，我们已经汇总了绝大部分比较可靠的消息。首先呢，就是标准版的 iPhone 啊，也会引入灵动岛的设计，省钱了，不用买 Pro 版了。还有呢，就是影像系统啊，升级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有更大的4800万像素延伸到多个镜头，以及首次引入的潜望镜长焦镜头。这个还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也将使得 iPhone 15 Pro Max 的变焦能力呢大大增强，有望和安卓阵营的旗舰机型来掰掰手腕。这些呢当然都是挺好的事啊，但是呢我就比较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潜望镜组啊，包括它的传感器是很重的，本来啊就已经非常重的这个 iPhone 贴上膜再套上壳，这还不得奔着300克去啊？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啊，今年 iPhone 给我搞一个轻一点的版本。不过也有好消息啊，根据外媒知名的古尔曼爆料显示呢，今年苹果为了降低机身重量，会全面采用钛合金的材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原本整机的重量减轻接近10%。原来重量是238克，减掉10%呢，就是38，不是，就是23.8克。这才是我最需要的更新吧。对于这次 iPhone 15的全系更新，满分10分，你打几分呢？来看看母公司 CEO 的评价。罗老师呢在直播的时候表示啊 ，iPhone 15和 iPhone 14不会有什么差别，除了序列号改变了。也就是说，从 iPhone 14改成 iPhone 15，他改了个名字，不是改名这么大的事儿，这还不叫大的变化吗？我说罗老师你就知足吧，是吧？好，那罗老师吐槽的话呢，也是登上热搜。我突然有点好奇，你说这个罗老师去年他是怎么说的呢？来看去年的新闻。在2022年的9月8号，各家媒体报道呢，罗老师点赞 iPhone 14灵动岛，但是直言苹果工业设计太烂。那明年罗老师会说啥，我也提前想好了啊。我认为 iPhone 16和 iPhone 15啊就不会有什么差别。
iPhone 关注了半天，那最终还得买，是吧？先问大家一下，你会在线上购买还是会在线下来购买 iPhone 呢？看一下同学们的目，线上打1啊，线下打2。最新消息啊，地图软件啊，高德地图呢也上线了苹果产品的购买服务，在这个地图软件里边，甚至可以，哎呀，这改电商了。有同学问主播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就想关心一下这个。什么时候把小额借贷还有短视频功能也加上啊？你会发现个现象是吧？咱们国内的 APP 不只是指高德地图，咱们国内的这些 App， 只要是人气高，那就必须得做全功能，各种各样的功能全都给你加上。我感觉过2年啊，大家仔细调研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高德地图啊，它居然有导航的功能。以后咱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这个美团里边可以玩原神，是吧？拼多多里可以斗地主，各大 APP 全都变成 OS。来吧，谁带着头啊？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弹幕上。过去中呢还有好消息啊，百度的文心一言上线了，之前呢也是备受期待，被号称为中国的 ChatGPT 大语言模型。根据之前的一些爆料显示呢，新闻报道啊说，李彦宏称文心一言和 ChatGPT 水平相差1-2个月，或者差距不是很大。大家觉得你预期这个文心一言和 ChatGPT 之间这个差距有多久呢？你可以打月份吧，你觉得差1个月打个1啊，差2个月打2。光说没用啊，咱们实操一下，我去问了一下，让文心一言来回答我的问题啊，请帮我画一幅马化腾的照片，还跟我说我画好了。请帮我画一幅马云的照片，他又画好了。不是你，我感觉这个文心一言啊和 ChatGPT 差的不是1-2个月，差的就是1-2匹马呀。再问点专业问题。Mate 60 Pro 是 5G 吗？表示支持 5G， 可以啊。然后又问 Mate 60和 iPhone 哪一个更好啊？他不告诉我 Mate 60优势如下，采用了骁龙8+4G 处理器。你这是哪年的 Mate 60啊？我要的是华为的 Mate 60。关于 iPhone 15操作系统是 iOS 16，搭载了苹果 A18 处理器。聊到马斯克，就要聊本周车圈最大新闻啊！一款车降价22万是个什么感觉？来问大家一下啊，咱们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很多开车的老板，你买那台车开了1年之后降价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啊，看一看你们这个是吧？最新消息呢，特斯拉最近1周对于整个官网车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啊。首先是他们家的高端系列 Model S， 原本车型呢是从80万到106万，那么降价之后呢，直接降到了70万到83万，其中呢降幅最大的一款车型降价幅度为22万元，怎么样？直接降掉20%。你说一个手机啊，5000块钱的手机降20%，那也就是降1000块钱，是不是？一台车一下子降20%，降了20万，这家伙降了鹤岗4套房，是吧？可以啊，可以。为了防止啊有人说恶意降价啊，特斯拉还有涨价的啊 ，Model 3涨价啊，不是涨价啊，就是换新价，推出全新的换新版啊，预计4季度啊，也就是下个月要开始售卖。后驱版的话呢，25.9万啊，就是26万啊，长续航是30万。车型咱们来简单看一下 ，Model 3呢确实算是一代神车，发布了这么多年，外观上基本没怎么变，感觉开在路上的话呢，也没有那种说老车型落伍的感觉。本次呢也仅仅是对于车灯进行了少量的调节，外形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来吧，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大家对于这款新版本的 Model 3满分100分啊，你觉得这个外观设计可以打几分？主要是车灯啊进行了调整，和老款不同，其他方面的话呢是大致相当。目前的话呢，老款低配应该是在22万左右啊，不同的销售渠道。那么新款的话呢是来到了26万多啊，应该说涨价也不算少。当然配置上有一些小量的变化，比如说多了座椅通风，还有后排的双层玻璃氛围灯，增加电池等等啊。另外呢，从最新的消息显示啊，虽然还没有看到车型啊，新消息显示啊，好像把激光雷达是完全取消了，变成纯视觉了啊。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轮调整，建议大家呢观望一下，等待这个产品上市之后呢，我们详细测试了，咱们再来考虑是否购买。车内装饰呢也是一贯式的简洁啊，一贯式的简洁。看一下同学弹幕啊，大家觉得这个分数好像还不错。那么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次配置上是有一些变化的啊，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看，原来的 Model 3最高时速是228啊。刚才看弹幕啊，同学说这回相当于降价了啊，确实相对于它上市的时候，当年上市的时候是降价了，但是有一些地方有变化。首先你看它的最高速度228，这是原来的啊，这是原来的。
这是新款，注意看，最高速度呢变成了200公里，第4季度交付，也就是说它的峰值速度从28直接降到了200。哎，要不这样呗，我也相中这个 Model 3了，是吧？我上高速最高我就开120，你不用200公里了，你直接给我降到120的最高速度，你把费用给我砍一半好不好啊？原来不228吗？对吧？你直接给我砍掉100公里，我不用那么高速度，对吧？我开车也稳啊。来问大家一下啊，就是你是希望它的峰值速度特别高，还是希望按比例给它降价？看一下同学弹幕啊，想要高速打个1，想要便宜打一个2。我看有多少同学和我一样啊？说归说啊，笑归笑。特斯拉的车型呢，不管是它的涨价、降价还是配置变动啊，其实对于国内的车型都是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波操作之后啊，你可以看到呢，它的高配车型呢是大降20万，而它的低配车型呢又略微有涨价。那相信呢，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的新能源车型啊，应该会有所调整。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我们稍后会为你详细的去解析其他品牌的情况啊，包括即将要到来的未来手机。说到马斯克啊，备受关注的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八角笼中的肉搏啊，没信儿了是吧？装傻是吧？你俩啊，喊的挺狠是吧？把这个观众都招来了，打赏啊、飞机啊都给你整来了，你俩要装没事了是不是？啊，没有。好，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马斯克啊还时不时的偶尔提一提。过去一周的话呢，马斯克又重新开始验证新版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在他直播的将近1个小时里面啊，几乎是没有对于车型进行任何的干预。整个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概只有1次触碰方向盘，所以应该算是做了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所谓自动驾驶的广告。而且呢，在马斯克自动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不需要开车了嘛，一边直播还一边聊，是吧？直接到他家去肉搏，你这不是你这世界首富能不能稍微避讳点啊？人家有家室的人，是不是？可以在公共场所吗？你上人家就有点过分了，你看怎么还能领家的呢？啊，最后来问大家一下啊，他俩肉搏，你更喜欢看到谁能赢啊？看好马斯克打个1，看好扎克伯格打一个2啊。不过马斯克呢开车到了扎克伯格他们家附近，我估计小扎也能看到直播，但是他没吱声。马斯克表示，你就说你在哪儿，现在我给你挂电话。OK， 以上呢就是本周所有值得表扬的厂商了啊。你觉得他们谁更值得表扬呢？可以把他的编号打在弹幕上。想看的主播疯狂表扬各大厂商，欢迎关注一下我们。下周就是苹果了，我们会第一时间为你带来产品的上手体验以及所有的相关信息的汇总，赶紧关注一下，我们下周苹果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过去2个月啊，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一直在讨论决斗的事儿，但是一直没有真动手。观众留言表示啊，会不会是他俩直接使用虚拟角色打呢？虚拟角色加元宇宙，顺便推一波自家产品。哎，你这个思路就是世界首富的思路了。不过啊，我觉得不如让他们来国内，直接1刀999，看一看谁的财力更雄厚。